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翠鸟的画法。那么关于小鸟的话呢，如果说我们第一次接触小鸟，会觉得啊，小鸟的结构好复杂，比花儿要复杂的多了，是吗？但是其实啊，我们去逐一分析它啊，那么其实翠鸟的结构，包括其他鸟类都不是那么太难。它们主要是由什么组成呢？大家记住，画小鸟主要由2个鸡蛋组成。那么这个部分大家来观察一下，身体部分就像一个大大的鸡蛋，是吗？身体部分大大的鸡蛋，头部呢又是一个大大的鸡蛋。那么这2个鸡蛋呢，这样一穿插一组合，是不是就是一个小鸟动态啊？所以说其实画鸟类没那么复杂，包括像一些雄鹰的话呢，包括公鸡，它们只不过鸟的脖子家禽的脖子会比较长，那有些呢。另一个鸡蛋在这儿，这是它的脖子，是吗？比较长。像翠鸟的话呢，就更简单一些了，脖子很短，所以说呢，这2个鸡蛋还呈现出一种叠加在一起的状态，就这么简单，对吗？那么知道了2个鸡蛋的结构之后，身体和头部知道了，接下来就要研究各个鸟类不同的一些特点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翠鸟的话呢，它其实特点非常明显我们先学翠鸟呢，也是希望大家抓准每个鸟类的特点。翠鸟的嘴巴，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非常长的因为它是吃鱼的它在水中捉鱼，所以说它的嘴巴非常长。它也是吃肉的，所以说呢，嘴巴会比较尖你像小麻雀、小鸡嘴巴它是比较短的比较胖的，因为它们是吃谷子的。吃鱼的、吃肉的包括呢像啄木鸟吃虫子的，一般的嘴巴都比较长、比较尖是这样的。那么再有我们注意一下，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翠鸟的身体是非常漂亮的一般的小鸟像小麻雀很灰，但是翠鸟却非常漂亮，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前面是红色的红扑扑的羽毛，胸脯部分，然后后面的话呢是蓝色的翠鸟，是吗？当然也有一些翠鸟呢会呈现出绿色的，还有一些甚至说有红色羽毛的翠鸟，所以种类是非常多的。这节课呢，我们以蓝色翠鸟为例来教大家我们怎么去分析它嘴巴长，嘴巴的后面注意，这个是嘴巴的中缝线，后面偏靠上的位置是它的眼睛，眼睛其实蛮大的，翠鸟的眼睛非常大，非常精神，是吗？眼睛周围有一些它的小眼眶，是吧？黑黑的一圈小眼眶，眼睛上面是它的头顶，注意它的头顶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吗？头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前面可能还有一撮白色的羽毛，是吗？但是有些它这个地方是没有的，有些是有的那么再往后面去分析它，这儿还有一撮白色的羽毛还有一撮白色的羽毛，对不对？那么再往后面就是它的翅膀了。翅膀的话呢，其实就像一个三角形一样有点像三角形的结构，对不对？那么在第2个大鸡蛋上，我们呢画出一个三角形，这就是小鸟的翅膀。不仅是翠鸟，其他鸟类也是具有同样的特点的那么再往后面去画穿插的话呢，就穿插到它的小尾巴了。尾巴的话呢，是在鸡蛋的最后面，这个地方是翠鸟的尾巴。当然，翠鸟的尾巴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是吗？又短又粗短胖的一种趋势。所以说呢，我们注意抓准它的特点把它这些特点记住记牢。还有就是它的爪子，爪子的话呢，是从鸡蛋的右下方部分长出小爪子，前面3个小爪子，后面1个小爪子。一会儿呢，我们去分开去练习这些。那么大家在练习小鸟的时候，记住抓准它的结构，抓准它的整体特点之后，要进行分开练习。嘴巴如何画，眼睛如何画，分开练习完了之后，再进行成幅作品的创作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轻松那么怎么去分开练呢？接下来老师来教大家一下。大家可以把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些翠鸟的动态翠鸟的一些结构呢，可以进行一些整理记一记。好，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画翠鸟的话，首先呢，我们可以先把它的
头部先进行一个训练。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头部的话呢，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了。老师啊，一边画一边再给大家加强一下记忆。头部的处理的话呢，我可以把它理解成长长的嘴巴。画的时候呢，我们用小楷毛笔去练习。纸的话呢，我们就选择35×35的，这样一张小纸去练就行。练习的时候呢，注意抓准它的特点吧。嘴巴是什么样的？长长的。那么我们去刻画的时候怎么刻画呀？刻画的时候可以画的这样的。前面的嘴巴尖上呀，按理说它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粗细是吗？口缝线嘛，都是一样的线条。我们在国画处理当中需要把提按加进去。这种提按可以呢，尖上比较粗一点，中缝线里面这儿呢比较细一点。怎么画呢？画的时候可以这样画，看按下去，它不就粗一点吗？提起来它就细，是吗？上边也是一条上嘴唇我们就不要想那些专业的名词了，咱就把它理解成拟人化一点。上嘴唇，画的时候细一点，然后完了之后呢，粗一点，是吗？这个地方粗，按下去，这个地方细，提起来。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小鸟拟人化的去想象它，那么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它会出现什么呀？它会很生动。但凡是小动物，当你把它拟人化之后，你出来的作品它就灵动，它就生活化一会儿还会讲到这个特点这是它的上嘴唇。下嘴唇怎么画呢？也是一样，按下去粗一点，慢慢的提起来，越来越细。这就是它的嘴巴。嘴巴上面这儿呢，仔细观察，是不是有一个小孔这是它的鼻孔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这些细节千万不能丢掉。点上2个小点儿，按提2个小点儿，代表着翠鸟的鼻子。鼻子后面是它的眼睛，眼睛在哪儿眼睛在这个嘴巴中线的后上方。画的时候呢，翠鸟的嘴巴按理说它是圆形的，是比较圆形的，是吗？这种圆形当然它也不是那么特别圆。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把它艺术加工一下，把它不要画的那么真的正圆。正圆的话呢，显得就呆板了。画的时候呢，可以上面稍微直一点这个线条，下面的话呢稍微圆一点。这样出来之后，有没有发现它存在变化了呀？上面直，下面弯，曲直的变化就更加生动了。那么我们还是要运用拟人的手法。拟人的手法去画的时候呢，它的眼珠都是黑色的黑乎乎的，全把它涂成黑的，其实就没意思了。工笔画有时候会这样画，但是咱写意画记住，是把它更加的意象化更加偏向于拟人化，所以说才出现了写意这样一种独特的感觉。就像八大山人的眼睛都是什么呀？朝上撇的，朝上翻的，是吗？我们画的时候也是一样，让把它这个眼球，人类都有眼白，有黑眼珠，我们把它这个黑眼珠呢也给它拟人化。怎么画呀？我们想让它朝哪儿看，眼球就让它朝哪儿点；想让它朝前面，那么眼珠呢，这黑眼球我们就点在这个位置。看，轻轻这样一点，点上一个很浓的黑眼球就可以了。眼神光亮感是吧？眼睛的神态一下就出现了，这就是拟人化的优势，拟人化的好处。当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再把它的小眼眶给它加一加我们这小眼眶画太窄了，小眼眶给它两侧加上这么1-2笔，加上这些小的小眼眶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头部我们是不是就已经画完了呀？对吧？主体的部分已经画完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头顶头顶的话呢，它是这个蓝色的。那我们画的时候呢，当然可以直接用勾线的手法，用这个小楷毛笔给它勾上它一下。看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呀？不就是它的这个头部吗？上面比较大一点，下面呢这儿前面这儿比较小一点，轻轻的一带就可以了。这是它的头顶。头顶完了之后，你看前面是什么呀？这小鼻梁，是的，感觉像小鼻梁。再往后面去，这是它的
这儿注意，这儿的话呢，好像它的小脸蛋一样啊，它的面部一样。再往下面走，这儿注意观察一下，像不像它的一个小下颏啊？对吧？像不像它的一个小下颏？所以说有时候呢，你把它想象成小鸟，你去理解它，你会觉得有难度。如果说啊，你把它理解成我们人类啊，把它拟人化，那么大家再去记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简单了，因为我们对人的了解是很深入的，对鸟的结构，尤其是专业名词儿，去记专业名词儿，你会觉得太难了，对吧？把它拟人化，有没有发现一下就很简单了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学习要把握这种方法性啊，不是说不是要死记硬背，死记硬背学习效率是最低的一种学习模式啊。好，我们头部这块已经出现了，接着往下面去走，往下走怎么走啊？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哎，我们观察一下，这是它的小脖子，好像戴着一个小围巾一样，哎，把它这块呢也给它加上去，它是白色的羽毛是吗？哎，给它加一加。当然啊，咱写意画处理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些地方咱们会省略掉啊。老师先领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结构啊，之后呢，我们再去把它写意化，然后再往下面走，它不是2个大鸡蛋吗？哎，这个地方其实呢，我们就像是看，就像是鸡蛋一样，用散风形笔的方式是吗？这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把它包起来。是不是就是一个小肚子，是吗？一个小肚皮就这么来的。我们知道吗？小肚皮上面这儿，我们说了，它的翅膀怎么加来着？像一个三角形一样，看，像一个三角形一样。从这儿，这是它的里面的这层羽毛，外面呢还有一层羽毛，是吗？仔细观察它，它是分好几层的。里面是很细小的小羽毛，很小的。外面的话呢？又是有一层，外面可能还有一层是吗？好多层，完了之后呢，这儿还有一个长的，哎，这儿还有长的羽毛。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啊，运用工笔的手法的话，那么我们会画的比较细一点。写意的手法的话呢，它是比较简洁的啊，不需要画上那么多层，不需要把里面全都画上是吗？就复杂了。我们画怎么画呀？画上2层，甚至画上1层。完了之后呢，再把它这个长长的羽毛、硬硬的这个羽毛给它加上去就够了。这就是写意的手法，又简单，高度的提炼，高度的概括，细节一些不太重要的细节是可以省略、可以忽略掉的。完了之后呢，就是它的尾巴，尾巴从哪儿长出来啊？这个地方，也就是鸡蛋的切面部分是吗？这个地方我们找尾巴，尾巴呢？轻轻一带啊，当然尾巴是比较短的，不要画得太长啊。哎，这个地方给它延伸过去，这是它的小尾巴。爪子从哪儿长啊？爪子从鸡蛋的偏下的位置，我们长出它的小爪子。注意啊，小翠鸟的小爪子呢是前面3个，看前面啊3个小爪子，哎，一个。2个，哎，3个有时候啊就看不到了，是吧？3个，后面的话呢，哎，是这个1个小爪子，这边也是一样，前面哎3个，后面1个，其实呢看不到，只能看到2个，或者是只能看到1个啊，有时候我们就把它忽略、省略掉了，是吗？哎，还有它的小这个小指甲，一只小翠鸟的动态我们就找准了呀，就这么来的。拟人化，把它拟人化，拟人化之后很简单。那么我们怎么去把它写意化呢？现在啊，我们结构大家都清楚了，对吧？都明白了。这个结构呢，也可以提前啊，大家自己去练习练习啊，去这个进行一些自己的一些研究。比方说翠鸟是这样的，其他鸟类可不可以运用这种手法去应用一下呢？去刻画一下呢，都可以进行尝试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它的一些特点，我们去进行写意化的练习。进行写意化练习的时候呢，就更加讲究局部的刻画。局部怎么画呢？接下来啊，我们来练习一下。
首先从头部开始练习局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练习头部啊。头部的话呢，大家注意，写意的处理的手法的话呢，需要我们掌握各种动态、各种角度。那比方说，我们这个是朝右上方的，我们真正去画画的时候，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有朝左边的，有朝右边的，朝上的、朝下的都会遇到，各种角度也会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家呀需要分开去练。首先，练习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开始练起啊，先从一个开始练起。画的时候呢，那比方说我们就画一个这样的状态，画一个呀，朝这个左边的啊，朝左边的，朝左边画的时候呢，和右边是一样的。看用的时候啊，用笔的时候也是一样，看按下去，提起来。粗一点，慢慢变细，按下去，提起来，它的小鼻子，按下去，提起来，注意，嘴巴一定要长，翠鸟的嘴巴一定要非常长啊，嘴巴中线的后面画出它的眼睛，眼睛的话呢，上面比较直一点，下面的线条呢，比较弯曲一点。啊，加上它的小眼眶，加完小眼眶之后呢，接下来让它朝向什么位置呢？这眼睛，让它朝向前面，我们就眼球啊点在前面啊。其实点完嘴巴、眼睛之后，这翠鸟的动态已经出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写意画处理它的时候呢，可以把小楷毛笔啊，把它调成稍微散锋的状态。散锋的状态呢，来勾勒它的头顶。勾勒头顶的时候呢，咱就不用双勾的方法了，咱怎么办啊？直接用按下去，它不是这儿按下去提起来，稍微提起来，然后再按下去，细的、粗一点的、细一点的，然后后面是不是又粗一点啊？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怎么办啊？就是说细的，然后呢后面它是稍微粗一点的，这就是小翠鸟头顶后面还有什么来着？头发是吗？后面点上这么几组啊，散锋状态画的小点儿，代表着它的头部啊。脸蛋儿的部分呢，咱可以忽略不画啊，就让它空着白就行，留白就行。这就是小翠鸟的它的头部朝左边的头部的画法，对不对？很简单。当然我没有上颜色。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同样是朝左边，还有什么情况呢？还有这样的情况，大家注意。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有没有发现不一样了？嘴巴变样了，变成什么样的了？就是说，这个是侧面看的小鸟嘴巴，这个呢是头顶上啊，是从头顶上看到的一个小鸟的嘴巴。它比较胖，它上嘴唇露的比较多，下嘴唇露出来非常少，角度的关系被挡住了，对吧？挡住之后呢，所以说就会呈现出什么状态啊？它的头部发生变化了，头顶这撮羽毛露出来非常多，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画的就比较大一点，是不是？然后呢，这样呈现出来的效果，它会出现啊，眼睛。可以看到左右两只，这边的话呢是一只眼睛啊，这边的话呢还能看到啊另一只眼睛的一小部分，对不对？所以说变得有趣了，变得复杂了一些，是吗？这种小翠鸟的动态也是一种啊动态的画法，头部的画法，对吗？也要进行练习。那么这样下来之后。这个地方啊，咱们就少加一点了。这个脸蛋部分是吗？就可以了，轻轻一带啊。这种是角度发生了变化，同样是朝左边，那么还会产生什么变化呢？还会产生这种变化。反过来了，从底下看它，大家思考一下，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不是会发现
它的下嘴唇啊是比较宽的，上嘴唇呢反而变得比较的细了，对吧？仰着头了啊，很高傲的这样一个姿态。那么眼睛的话呢，当然眼睛肯定只能看到一边，另一边一定是看不到的。如果说我们从下面去看的话，是不是头顶这儿就看到的比较少了呀？对吧？头顶的羽毛就看到的比较少，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头顶的羽毛怎么去处理呢？画的少一点，从这儿画上去之后头顶羽毛非常少了，可以画，甚至呢可以忽略掉，这是写意的处理手法，甚至可以忽略掉，是吗？忽略掉之后，简单的这样一带，相对来说，它下面的脖梗处的这个白色羽毛是不是应该加的多一点啊？这是脖梗处的羽毛，脖梗处反而多一点了上面的头顶的部分反而少一点了，发生了不同的形态的变化，对不对？正侧、上侧、下侧观看，每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可以把这3种动态都进行一下尝试，都进行一下练习。当然，我们在初期学习翠鸟的时候呢，了解一下就行这3种不同的状态了解一下。我们主要以哪种为主呢？主要以正侧方为主前期练习主要以正侧为主这样的状态呢，容易掌握，容易把控。这样的动态呢，可以作为后期进阶的我们去学包括后期自己创作的时候，可以对着真的翠鸟去研究它，去写成它。好，那么这种头部我们怎么去练习呢？还有一种独门的练习方法，老师来教给大家。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在纸上画上一个圈儿，画上一个圆圈儿，对吧？画上一个圆圈儿画上圆圈之后呢，我们围绕这个圆圈去长它的头部，只画头部是吧？围绕圆圈去画，画的时候呢，比方说这个头部，我们让它朝这边让它朝上边，让它朝下边，怎么去分开练呢？嘴巴朝向的位置就是它的朝向，是吗？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长长的嘴巴，嘴巴上面是它的眼睛，眼睛两边是它的眼眶，是吗？眼眶上面是它的头部有些头部可以用线去勾勒，也可以呢用墨色去勾勒，轻轻这样一带，这就是一只小翠鸟的头部就完成了呀，对不对？很简单。还有呢，它的朝向如果说再发生变化，我朝下方怎么画朝下方也是一样，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嘴巴，眼睛眼眶，眼眶再往上面长就是它的头部，头部轻轻一夹，它的头发头发对不对就可以了。它的脖子脖梗，这个是朝下方的。那么还有一种朝正下方的怎么长朝正下方的也是一样，按下去。就是用笔的时候呢，你比方说，我们可以参考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个知识，就是说朝正下方的，我们就不用画正侧的呀，我们可以画成什么样的？画成这样的，大家感受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一个朝下方正面的一个角度，是吗？就是它的嘴巴下嘴唇都看不到，全是看的正面的上嘴唇。完了之后呢，上嘴唇上面，这个时候注意，先画前面的，先画前面哪个地方靠近我们头顶最靠近我们先把它头顶给它画上去。头顶画上去之后呢，再加上它的眼睛，眼睛夹在两边嘛。这边画上眼睛，这边呢也是一样，勾勒好它的眼睛，对不对？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一个
正面的朝下的这样一个姿势，是吗？哎，所以说其实大家练习的时候，围绕这个圆圈可以画出好多个的鸟类的头部啊。朝这边怎么练习也是一样的，练的时候我们可以也是一样，提起来可以先从里面画也行，怎么顺手怎么来。先提起来，然后呢再按下去，越来越粗，是吗？也是一样的。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啊，这是它的头部，这是它的眼眶啊，眼睛、眼眶。完了之后呢，这是它的头部啊，头部后面是它的头发，好，就是这样不断的进行练习嘛。还有朝什么样的？朝正右边的，朝正右边的也是一样。你比方说朝正右边的，我们当然可以画成正侧的。你说我想新鲜一点啊，我正侧的，我觉得我练了好几遍了，我练了好几圈，已经练会了。那我们可以全画成这种啊，画成什么样的？画成这种下嘴唇露出来比较多，上嘴唇呢露出来很少。它朝仰着头的一个小鸟是吗？眼睛画法其实很接近啊，嘴巴、眼睛。眼睛完了之后呢，画上它的上边的头顶，只不过呢，这种状态下，那头顶露出来就比较少了，这种头顶露出来比较多。哎，这个露出来的呢，更多的是它的这个脖子的地方，脖梗处的这个羽毛是吗？因为这种是仰着头的啊。那还有什么形态啊？朝右上方，哎，也是一样。用笔当然要记住啊，要灵活一些。可以先提后按，也可以呢先按后提，哎，轻轻这样一夹，啊，后面的眼睛、眼眶是吧？它的眼球，啊，眼球完了之后呢，上面是它的头顶的羽毛，哎，这是它的脖子。对吧？各种各样的动态，我们通过这样的训练，大家可以快速掌握住小鸟的头部的动态啊，尤其是翠鸟嘛，我们今天画的。再往上面去画，这边也是一样，看用笔的时候，哎，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所以说，大家其实有时候啊，花上这么1-2个小时，把这个分解的头部练会了，身体练会了，那么再画成幅作品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啊，因为这些鸟类头部已经深深的刻在你的手上了，甚至说形成一定的肌肉记忆了。那个时候呢，再画出来作品啊，它越来越生动，越来越灵活。朝上的怎么画呀？朝上的也是一样，你比方朝上的，我们画上一个侧面的，或者是怎么画都行，朝上的。也可以画成纯侧的啊，它就是一个，看啊，是它的头部啊。当然，你说我不想让它朝前面看了，我想让它朝后面看，所以说眼球有没有发现发生变化了？朝下面点这个眼球，它就是在朝下面看啊。我们大部分都是朝前看的，你看这个，想让它拟人化一点，想让它朝哪儿看，眼球的位置发生变化就可以了。再往上面，它的头部啊，头部完了之后呢，哎，脖梗处啊，这是练习头部的一个方法啊。大家呢其实可以进行训练一下啊，把各种动态的都进行训练。包括呢，你像同一个朝向还能怎么练呢？哎，其实画画特别有意思。同一个朝向的，比方说这个朝向，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变化一下？变化成什么呢？变化成这种状态的朝向一样，但是呢，哎，这个观察的角度却发生不一样了，也是一样，嘴巴尖上粗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地方细，哎。上嘴唇露出来很少，下嘴唇啊露出来很多，轻轻这样一夹，
是不是就发生变化了呢？哎，对不对？也可以这样去练吗？同一个朝向的，但是呢角度却不一样。所以说，其实练习起来呢，我们头部就可以练上很多很多。大家呢可以根据老师讲的这个方法理论，画一个圆圈，各个朝向的都进行练习。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快速掌握住翠鸟的头部的结构动态啊。那么当然，我们练好头部之后呢，我们顺势把它给它上个颜色。练完的这个不要丢掉，我们顺势呢给它练习一下如何上色。上色也是比较简单的。真实的翠鸟有红色的嘴巴，也有蓝色的嘴巴。我们一般呢，画画的时候通常把它画成红色的，因为红颜色它会显得更加鲜艳啊。你像和荷花呀搭配起来的话呢，它也显得有呼应。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曙红颜色，再加上一个胭脂颜色。眼睛的话呢，还会用到藤黄颜色，以及呢还会用到花青色。点睛之笔的地方呢，也会用到一点点太白色啊。大家其实有时候可以把颜色呢提前挤好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身体我们今天讲这个蓝色的小翠鸟是吗？我们还会用到一个，比方说这个什么颜色呢？可以用一个头青或者是三青都可以啊。它身体如果说是蓝色，就用头青或者三青啊；如果说用绿色，就头绿或者三绿都行。怎么上色呢？我们可以调一个曙红调一点点曙红，或者是呢纯用胭脂也行啊。胭脂颜色在古时候它是女子涂口红都用胭脂是吗？我们给这个小翠鸟也可以把它拟人化呀，用胭脂颜色，主要以胭脂为主去涂它。涂颜色的时候也要注意用笔的节奏，也是有提按的变化的。看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是有粗细的变化的。看按下去提起来，这样去画它。嘴巴尖上用笔是按下去的，慢慢的轻轻提起来，加强这种提按的训练，按提按提，这样画出来作品呢又简单，它又有效果。慢慢的提起来之后，它就虚化过去了嘛，这种感觉。正面的也是一样，按下去提起来，不断的加强这种提按的变化。朝左边的也是一样，按提，这种变化呢给它加一加。好，嘴巴中间的部分呢，颜色也是比较长的两侧呢用色它就比较的少一点。看嘴巴中线这个地方长一些，这个颜色也长一点，对不对？就这样画这个也是一样。朝右边撇的也是一样，按提。好，那么我们画好这个嘴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设色的，就是身体上上颜色。身体上上颜色怎么上呢？让我们画它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涮干净，调一个这个头青它蓝色的翠鸟我们就调头青，调好头青之后呢，我们画的时候，就顺着这个之前画的墨色去画注意这个翠鸟的话呢，我们直接去画这个青色，会感觉稍微漂浮，这个颜色太绿太蓝了，太脆了，是吗？通过之前我们画墨色之后再画这个蓝色，大家会发现其实这个颜色非常稳了颜色是非常比较重了，所以说更加有墨气儿。也是建议大家呢，先从墨色开始练，练完之后墨色上面再去加颜色，这样出来的效果层次也会更加丰富，效果呢也会非常的好看。这边也是一样，按下去提起来，看
把这个地方给它轻轻一带，啊，这边呢也是按下去提起来，哎，这样的把它画上去，这边也是，哎，把这个加一加。好啊，顺着我们之前画的墨稿把它画上去就行，包括像头部、头发这些地方是吗？也给它加上去，也给它加上去就可以了。那么眼睛呢？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点睛之笔。眼睛怎么画呀？我们调一个藤黄色，调好藤黄颜色之后呢，笔尖上我们调点花青。画的时候呢，直接就是笔尖朝上这样压下去，揉一揉，转一圈就可以了。笔尖压下去，揉一揉，转一圈就可以了。哎，这就是眼睛的画法。笔尖花青可以少一点啊，不用太多，让这个眼睛呢发生一些变化。哎，这样轻轻一带，这边也是一样，轻轻一带就可以了。好，这边也是可以了。眼睛不断的进行，这样添加，调点藤黄，调点花青，因为我们画的比较多啊，所以说呢，每只眼睛我们都要调一笔。大家画的时候呢，一般一只小鸟，我们分开去练的话，那可能就调一遍花青就完事儿了，就画完了一只是吗？每只眼睛都要重新调一遍，运用的是笔上调色法。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细节刻画，比方说眼睛的眼神处理，调一个太白，调太白之后呢，把它这个高光给它点上去啊，高光的话呢，可以点在这个位置，可以点在这个位置是吗？就是眼睛的这个黑色的眼珠和这个白眼珠交界的地方点上一个小点儿。这就代表着它的高光啊。当然有时候呢，点高光也可以点在这儿，是吗？也可以点在这儿啊。点在这儿要点的小一点，不要点大，点小一点就可以了。点在这儿的话呢，可以点一个横着的稍微长一点的点儿啊。这两种点法不一样，看大家喜欢哪种是吗？觉得哪种漂亮就按哪种点法去点，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翠鸟的画法，还可以再继续深入，因为翠鸟的身上呢，通常它会有一些斑纹，你像头顶也有，用太白给它点上一些这个白色的小点儿，代表着它身上的一些斑纹啊，给它处理一下，显得它就更加的丰富了，是吗？一般它的头顶会是2排小白点儿，我们画的时候，像这种正面的，我们就画上2排。侧面的就画1排就行，只能看到一半嘛。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翠鸟的头部的练习。其实大家练习的时候记住头部非常非常重要。身体呢，头部会画了，身体就可以变得很简单其实身体把它理解成一个大大的鸡蛋就够了。好，接下来呢，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身体如何去刻画。那么关于身体这块呢，主要的形态分3种。第一种呢就是正常的侧面形态，既可以看到胸腹部，也可以看到翅膀，都非常明显。还有一种状态呢是主要以胸腹部为主正面的嘛，所以说呢主要以胸腹部为主，背部露出来很少。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背部露出来很多，那么胸腹部露出来很少，3种形态。那么我们可以分开去进行练习。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画翠鸟的时候，我们用斜翼的手法去画呀。记住它的一个颜色是非常关键的调色我们说嘛，用笔用墨调色，这是3大关键点。调色一定要调准。那么我们可以先观察蓝色我们知道了胸腹部用什么颜色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红色比较黄的，红色偏黄，其实就是猪标色，非常接近非常非常接近是吗？可以用猪标去画它的胸腹部。那么首先我来教大家，先练习这个正面的。正面的呢也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好画的胸腹部。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稍大一点的毛笔，不要太小啊，稍微大一点的。比方说可以用到点墨成金大号，或者是呢点墨成金中号都行。哎，画这个胸腹部的时候啊，咱们注意笔触不用太多，仅仅的需要呀这个先调啊珠标，笔上调色法先调珠标，笔尖上的珠标可能要浓一点，笔肚上的珠标呢可能稍微浅一点，哎，让它有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就行。完了之后呢，笔尖上啊我们再调曙红色，调曙红不要调太多，调的适当，有那么一点就行。笔尖上调好之后呢，我们开始画这个腹部了。腹部的话呢，我们先从正面开始练啊。正面的腹部怎么练呢？咱们直接就是两笔画出正面的腹部，因为它比较胖嘛。哎，这边一半啊，这边一半，这就是它的腹部。再加上两笔呢，是它的小腿的部分啊，是它小腿的部分，这就是胸腹部，就这么简单。正面的我们就这样画。那么还有怎么画呢？你说我一笔能画完吗？一笔也是可以的。画的时候呢，是直接画粗一点，是吧？哎，像荷花的花瓣一样，这也可以理解成小翠鸟的胸腹部。两种画法啊，毕竟的话，它也是和我们人类一样，中间是有两边肋骨，是吧？它也是可以用两笔，也可以呢把它更加写意化一些，画成一笔，也是一样的。这是它正面的画法。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它的侧面的画法，是吗？侧面怎么画呀？有朝这边的，还有朝反方向的。那我们画的时候可以这样画，调颜色是一样的，记住调色方法很接近，是一样的。那么用笔的感觉不一样，正面的是笔尖朝上，侧面呢也是笔尖朝上，但是方向却发生了变化，是这样的。看，按下去就是朝这边的一只小鸟。大家不要说，哎呦，老师啊，这个他这儿画的这么粗啊，他这儿有这么粗，我们要把这儿也画的这么粗吗？啊，不要画，我们写意画嘛，找一个大感觉，不要说和原作一模一样啊。用笔就是以少胜多，用很少的笔法，很少的笔墨语言，表现出它朝向右边就够了，并不需要和原作画的一模一样。就像我们正面其实也是一样，是吧？正面和这个对比起来，哎，差距还是蛮大的啊。这是咱写意的手法，大家可以这样练习，也是一样。这个是稍微侧一点的，我如果说特别侧一点的啊，再稍微侧一点的怎么办呢？也是一样。再侧一点的话呢，它无非就是扁平了一些。看这个比较胖一点，这个呢更加扁平了一点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是朝这边的，我如果说朝右边怎么画呀？朝右边笔尖要发生变化，笔尖的朝向呢，朝向右边朝向左边向右滑动。看朝左边的头部，如果说朝左边，我们就是笔尖朝左向右滑动，轻轻一笔，这就是小翠鸟的小肚皮。正面的、侧面的，还有一种背面的。背面的怎么画呀？背面的这个呀，注意，咱们就不能这样去练了。咱们练的时候呢，应该是先画它的背部，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单独讲那个东西啊，再来单独讲它。我们先把这两个讲明白。正面的肚皮画好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画它的背部了啊。背部的话呢，露出来很少，翅膀露出来很少，这边露出来一点点，这边呢露出来也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刻画呢？我建议大家先用墨色去打个底稿，这样出来的颜色会非常的稳。哎，直接用小楷毛笔调一个淡墨，画的时候呢，露出来很少嘛，不是，我们就也画的很少呗，调成散锋。用笔的时候注意是提按提的变化，提按提，哎，一个变化，这边露出来适当多一点，这边呢露出来非常非常少就可以了。这个怎么办啊？这个也是一样，看你想让它朝哪边。你比方说，我想让它略微的朝向
左边一点，那我就这边翅膀露出来很少，这边翅膀呢我就露出来稍微大一点。通过翅尖的变化，通过翅膀的变化，也可以影响到一个画面的节奏。虽然胸腹部画的很正，但是你加上翅膀加的不一样，也会产生区别。这是咱国画的手法，就是每一笔每一画其实都在包含着这些变化啊，稍微变化一点点，朝向啊、感觉啊就不一样了。这个也是一样，翅膀的话呢，用笔啊都是提起来细一点，然后按下去粗一点，再提起来啊，就像这个嘛，这边是细的，这边是粗的啊，翅尖的话呢又是细的，我们画的时候抓准它的规律就行，粗的在中间啊，两边呢是提笔去画就可以了。这边也是一样，这边怎么画呀？用笔也是一样，看从头部往后面去画，提按提就可以了。画好翅膀之后呢，我们再往细里面看，是不是有翅尖呀？翅尖的话呢，我们可以啊画成2层翅尖就行。前面一层啊比较短的，看前面一层比较短的，后面一层呢比较长的就够了。这是它的翅尖。也可以怎么画呀？我们画1层翅尖也可以的。看1、2、3、4、5就够了。画2层就是中间的这一层啊比较小，对吧？我们之前讲过，中间这层呢它比较小，外围最顶上的这个翅尖呢是比较长的，记住这个规律就行。画2层就是中间的小，哎，周围的这些呢长。画1层的话呢，直接就是1层就行。注意画1层的时候，它是有很强烈的提炼在当中的。画的时候呢是这样画的，第一个翅尖是比较小的，第二个翅尖稍微长一点，之后的翅尖呢越来越小，它是有这种规律变化的啊，不是说全是平行的，这样画就不好看了。画的时候这样画，短的、长的越来越短，既有规律，也符合鸟类的自然结构。这边也是一样，看短的、长的越来越短，是吧？就可以了，这就是小翅尖啊。包括这种正面的也是一样，短的、长的啊越来越短，这边露不出来，省去不画，短的、长的越来越短，对吧？又简单，哎，又有效果，这就是翠鸟的啊这种身体的画法。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画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它上个颜色啊，也给它上个这个蓝色吧，蓝色的小翠鸟，直接在这墨色的基础上调3青啊，或者是调头青，直接给它画上去就行，直接给它浓浓的花青、3青给它上去。因为3青3绿啊这些颜色呢，它的覆盖性特别强，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样的颜色的处理啊，你画上去之后，颜色它会显得非常亮啊。有了墨色的打底儿，颜色呢它又不会显得那么浮气，它是显得呀，哎，既亮，然后呢还稳的这种感觉。这就是身体的画法。身体画好之后呢，我们继续加上细节，哎，调点太白，哎，之前调点太白，给它呢加上一些这个小白点儿是吗？加上一些小白点儿啊，身上的一些小斑纹，看细看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些细小的，哎，这些小的小斑纹啊？其实有点是像那个翅膀中间每个羽毛中间那个小羽毛杆是吗？哎，把这个给它加上去，轻轻一带就行。那这个是正面的，侧面的，还有背面的怎么画呀？背面的呀就不一样了。背面的话呢，我们先画背部，再去处理它的胸腹部。画的时候呢，可以先这样画，先从墨色开始画起，调一个淡墨啊，调一个淡墨，用小楷毛笔就行啊。画的时候呢，背部也把它想象成鸡蛋形状。画的时候呢，咱比方正面的偏正面的背部画的时候呢，就是哎这个画上这么2笔，画上这么几笔，其实和正面的胸腹部是不是一样啊？只不过呢，用笔咱们要零散一些。
胸腹部用大毛笔，背部处理的时候呢，最好用小毛笔出来的效果呢会更生动，因为背部呢你画的太整了之后啊，它就粘在一起了，它是那种羽毛啊，它和正面的不太一样。这样去画，这是它的背部。背部画好之后呢，它的背部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翅尖，对吧？就是它的翅尖，一层一层的翅尖。那么翅尖怎么画呀？翅尖的话呢，注意刚刚运用我们已经讲过一遍，两遍的也行，一遍的也行。画两遍的时候呢，中间这个翅尖啊是比较短的，这儿画上一个小圈，一个小 V 字形。完了之后呢，越来越短。注意它的翅尖啊，中间这一层啊是这儿最长，越来越短。那么两边的这个羽毛啊就不一样了啊，两边这个羽毛呢是，就是第二层的羽毛，最外层的羽毛呢是这个地方最长，然后呢这个地方越来越短，发生了变化是吗？这边最长，这边越来越短啊，记住这个规律。这是小鸟的一些特点啊，羽毛的特点。第一层短的是中间长，边上短；最长的呢是边上长，中间短，发生了变化，对不对？这是它的背部。背部完了之后啊，这是朝这边的小鸟是吧？身体朝右上方的，朝左上方的怎么画呀？也是一样，看，画上这么几笔啊，随便蹭上它一下。蹭出这么一个类似椭圆形的结构就行啊，很随意的去画它就行。重点就是它的翅尖，像这个翅尖怎么画呀？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一遍的也行，看画一遍就是，1、2是吗？也是和这个一样，中间这个短，第二个长，长完之后呢又越来越短是吗？中间这个短长，越来越短。这就是啊，两种不同的画法啊，看大家喜欢哪一种就用哪一种就行。那么画好背部之后，是不是应该加上胸腹部了呀？胸腹部还用我们刚刚这支毛笔啊，调颜色也是一样。画胸腹部的时候呢，因为它露出来比较少嘛，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也是露出来比较少。想让它多露一点，我们就画的稍微的多一点。想让它露出来少一点，我们甚至呢，画上这么一小点，有这么个意思，有这么个感觉就行。大部分都是看到的背部，就这么来的啊。其实很简单，就是看你正面的主要表现正面，背面的主要画背面就行啊。当然现在还不够呢，我们还需要画上它的羽毛的颜色呀，用这个头青。把它翅膀这个颜色给它染一染，头青给它染上去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就可以了，这就是背面的。当然还不够，你说我再加上一些细节，调点太白，完了之后呢，点上一些这个白点儿是吗？增加细节，它会更加生动一点啊。注意前面的靠近头部的位置呢，白点点的大一点啊。用笔按下去，越往后面尾巴部分呢，我们就点的轻一点，点的越来越轻，甚至就没有了，慢慢过渡就没有了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学到现在之后，就剩下2点了。第一呢，就是说还有它的鸟爪子没画啊，还有呢就是它的尾巴没画。那我们先讲尾巴，顺着这个头部，顺着这个身体，我们先讲尾巴。尾巴的话呢比较简单，因为翠鸟的尾巴比较短，所以说呢我们画的时候通常直接用墨色，用小楷毛笔，笔尖上来点墨色。画的时候呢怎么画呀？直接就是按下去提起来，画上这么2、3笔就够。看，按下去提起来。中间长，两边短，这就是小翠鸟的尾巴，非常简单啊。这边也是一样，看，想让它朝下撅着尾巴，就让它朝下画；想让它翘起来一点，那么尾巴呢就可以朝上翘着一点，是吗？点上这么2、3笔就够了。这个也是一样啊，尾巴画在哪儿啊？这个地方按提按提按提就可以了啊。尾巴不要画得太长啊，对不对？就这样画出来的，朝这边的。头部在这边，尾巴就要画在这儿啊，也可以提按嘛，这样顺手的话就提按，尾巴尖上比较粗
啊，表现那种短粗的状态、短粗的感觉。哎，这个正面的也是一样，看，哎，朝下方的这个正面的还向左边撅着一点小尾巴，这样去画嘛，很简单，对不对？尾巴就是注意提按的变化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就是它的爪子了，爪子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啊。画小鸟爪子呢，它是前面3个爪子，后面1个爪子，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进行单独练习啊，单独训练。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胭脂去练。练习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长长的，就像我们胳膊一样，是吧？它是有胳膊的啊，它是有这一个很长的小胳膊在哪儿啊？在这儿。练的时候，前面注意用笔，一定要注意细节，用笔也是有提按的，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按下去，就像我们的胳膊肘一样，是吗？粗一点胳膊肘，小翠鸟这儿也是一样，粗细粗。完了之后呢？到这儿之后，是不是手掌啊？手掌这儿也要粗一点，所以说这儿也是按下去，提起来的时候注意啊，前面3个爪子，它是我们怎么去艺术化的加工它呀？爪子的尖上粗一点，看尖上粗一点，这个地方细一点，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3个小爪子是吗？后面的话呢，1个小爪子。这是小翠鸟的结构啊，爪子的结构。用笔的时候呢，咱就看，把它加上它的这个小的那个指甲是吧，就可以了。当然可以画的粗一点啊，这个老师画的是给大家演示的一个细节，可以画的稍微粗一点，方向也可以产生不同。前面3个，后面1个，这就是小鸟的爪子。啊，很简单，朝左边也是一样，看这个是朝右边的，朝左边的怎么画呀？对吧？就够了啊。当然还有一种动态，就是说它是扒在这个荷花梗上的。那如果说扒在荷花梗上啊，这种状态怎么办啊？这种状态啊更简单了。画的时候呢，注意前面3个小爪子嘛，我们只能看到前面3个，对不对？举个例子，这儿有一条荷花梗啊，那么呢，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能看到前面3个小爪子啊？它扒住荷花梗了嘛，后面1个小爪子被荷花梗挡住了，就可以省去不画，又简单了是吗？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看两条嘛，这个地方也是一样，2只小爪子就够了，当然，大家可以进行练习啊。这个小爪子点的时候呢，需要发生变化，不要点成这样，垂直了3条就不对了，太丑了，没变化。画的时候看中间这个一般长一点，两边呢稍微短一点，也可以呢产生不同的变化。比方说中间这个短一点，两边的呢，稍微的有一边长一点也是可以的。总之呢，你不要画成平行的，你不要画成一模一样的就行。关于怎么去穿插，你像这种 N 字形穿插，N 字形的穿插是可以的，包括你像这种穿插啊，也是可以的，都比这种好看。画的时候呢，也可以像这种，就是把它怎么样按下去提起来，就是画了3个提按的小线条，这就是小鸟爪子。好，那么我们可以给它画面当中呢加上小鸟爪子，将这个。画的时候呢，按下去提起来，看这个地方小爪子，这个地方也是，这边呢也是一样，看它还有一些可以看到这种的，对吧？有些被挡住了，正面的被挡住了是吗？有些可以看到的，侧面的呢，一般我们会加上这个它的小胳膊啊。正面的特别正的就不要加了。好，对吧？就是把它加一加，不要浪费掉这个练习的画稿嘛，把它呢小爪子也顺带着给它练习一下，就可以了。各种动态的，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讲到现在
基本上呢，我们翠鸟都已经分解讲完了，大家呢可以跟着老师的思路去分解练习一下。当你局部练会之后，再画一只鸟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可以画得非常漂亮、非常棒的。老师呢来教大家如何去画成幅的。成幅的话呢，就是把这些小鸟给它进行组合起来，拼装组合是吗？这个小头，这个小身体，可不可以加成这种啊？可以啊，没问题。这个和它组合起来，那有什么问题啊？这完全没有问题嘛，把它组合起来就是朝这边的嘛。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会发现，如果是透明纸的话，那直接把它套在这儿，这就是一只小鸟是吗？直接把它套在这儿就是一只小鸟，还能这样，这样很好玩啊。学画画有时候大家真正把它学明白之后大家会感觉特别有意思。包括这个是吗？可以虚虚的看到吗？身体、头部，哎，我让它转一圈，它不就是朝向不一样了吗？我把它换成这个头部行不行啊？当然可以的啊。所以说画画嘛，把它要想的灵活一点，学的时候也要学的不要那么太死板，要生动一些。好，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示范一幅橙汁的小鸟如何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顺着这个趋势我们就完成一幅作品比方说我们可以画上搭配上什么？搭配上荷花，或者搭配上莲蓬。那我们之前由于讲过莲蓬了，这节课呢我们就不再分开讲了，大家可以根据我们之前讲的知识点呢，进行刻画莲蓬。莲蓬其实大家真正学明白之后莲蓬特别简单是吗？这就是像一个小花洒一样，可以调一个墨色，用这个雄狼尖毫小号调一个墨色，把它调成散封状态我特别喜欢用散封状态去画画。调成散封状态之后呢，我们这个地方画上一个莲蓬，看画在什么位置呢？画在这儿吧。中间是它的莲子莲子是一圈一圈生长的，对不对？先画上中间的2颗完了之后呢，再画上周围的这样一圈莲子点完莲子之后呢，把它圈起来。圈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准备画它的小花洒的状态画它的莲蓬的厚度。用笔要有提按，用笔呢要有提按，有些靠近这儿的粗一点，靠近这个地方呢细一点，把提按加进去。再有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结构，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分开讲过了大家可以忘掉了可以复习一下。好，画好这些之后呢，这就是一个莲蓬的形态已经出现了嘛，很简单。完了之后呢，画上它的荷花梗。荷花梗的话呢，也是一样，用笔有些地方快一点，有些地方行笔速度慢一点，不要一股劲儿下来，有些慢，有些快，有些地方又慢又快，它会呈现出这种变化画的都一样了，它就平了。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咱们画画它找的是一个感觉，就像音乐的音符一样，想怎么去画就怎么去画，根据我们的一个心情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就可以了这就是小莲蓬嘛，可以给它点上它的莲子这就是一个莲蓬。那么莲蓬上面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上一只翠鸟加翠鸟的话呢，我们可以运用刚刚我们学到的知识，加正面的呀，还是加背面的呀，还是加什么样的呀？这个大家就可以自行考虑一下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先画的莲蓬，先画上莲花梗了，所以说呢，画背面的就不太好画了。背面的话呢，如果说小翠鸟背对着我们，那么它会把这个荷花梗给挡住，对吧？它就没有办法去刻画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画一个正面的小翠鸟在莲蓬梗的后面，先画它的小肚皮。画翠鸟，画成幅的时候，
位置的不同啊，我们先画哪儿，后画哪儿也是有所区别的。先画它的肚皮，调猪标，笔尖调属红，先把它肚皮画出来，让它朝哪个方向呢？可以啊，让它朝上，偏正面的，直接一笔啊，补上一笔，两笔画出肚皮，左右两边呢再加两小笔，是它的那个腿部。腿部画好之后呢，我们就把毛笔基本上这个就收起来了，换一支小号的小楷。小楷毛笔呢，我们呀调浓墨，画好肚皮之后，注意头部我们怎么画来着？是不是先画它的嘴巴啊？画成幅作品的时候呢，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嘴巴和身体的关系啊。大家呢可以把它想象成两个鸡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理解的一个鸡蛋形状。那么第二个鸡蛋我们画哪儿呢？第二个鸡蛋需要把控住，哎，我是画在这儿呢，还是画在这儿呢，还是画在这儿呢？哎，画在哪个位置？大家自行安排。比方说我们画在这儿，这个鸡蛋就画在这儿。那么鸡蛋上面我们长嘴巴，嘴巴的话呢，就画在这个胸腹部的位置的上方啊，用笔要有提按，看按下去提起来，哎，大概就是这么个位置，这么个间隔就行。按下去提起来，哎，上嘴唇、下嘴唇都给它加上，哎，嘴唇后面是它的眼睛啊，眼睛再往后面就是它的这个眼眶。啊，眼眶后面，对吧？大家可以跟着老师啊一起感受一下，眼眶上面是什么呀？是这个头顶，哎，是它的头顶啊。头顶再往后面画是它的头发啊，头发再往后面画，是不是就到了它的翅膀了呀？是吗？头发后面就是它的翅膀。你把它翅膀也加一加，很自然的就结合起来了。离得远，那么它的脖子呀就伸的比较长，看这是它的小脖子是吗？伸的就比较长。哎，如果说你离得比较近，那么它是一个缩着脖的啊，脖子比较短都行。所以说，至于这个距离间隔稍微长一点、稍微短一点都没问题，因为我们画的这些小动物的话呢大的动态没有错就可以了，一些呢局部的刻画是到位的就可以了啊，并不需要和老师画的一模一样啊。你不要拿尺子比着量，你说这儿是多宽啊，不要量啊，量着你会发现你的画面越来越生硬，越来越呆板。画的时候长一点短一点，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安排就行了。画出来作品都可以的，都没问题的啊。翅尖也给它加一加，看1、2，短的长的越来越短是吗？哎，完全运用我们刚刚讲的知识点嘛。分开练完之后，你再画成幅的，你会发现太简单了。后面它的小尾巴啊，尾巴的话呢，中间长，两边短，3笔尾巴也就出现了。画好这些之后呢，开始给它上颜色。颜色的话呢，就给它先从嘴巴开始画，调一个胭脂颜色。调一个胭脂，然后呢，哎，给它用提按的手法按下去，提起来，哎，提按，这样去刻画它。嘴巴画出来，然后呢，眼睛调藤黄，笔尖上呢来点花青，它只能露出来一只眼睛嘛，直接画上一只眼睛就行。对吧？眼神一下就出来了，还不够，再画上它的翅膀的羽毛的颜色，调一个头青，把它这个墨色给它压一压，给它盖住啊，这些地方给它盖住，这个地方翅膀也是一样，哎，给它盖住，把墨色的地方盖住。好，盖住之后呢，看这小翠鸟就更加漂亮了，还不够啊，我们可以再继续丰富它。调一个太白色，把它一些细节给它加一加，比方说点睛之笔，眼睛的部分
给它加上一个小白点儿，哎，小高光，哎，头顶上这些点上一些白点儿，哎，翅膀上也点上一些，不用点太多啊，点上这么4、5个、5、6个就够了。小翠鸟是不是一下就出现了？所以说其实分开练完之后啊，再组合去练，也可以调一些淡淡的珠标，把这个脖梗处的白色羽毛也给它这个进行一个刻画，对不对？就越来越丰富嘛。哎，翅膀上翅尖也可以用这个珠标啊，给它淡淡的染上一些啊，但是这些染与不染都行。分开练不染也很漂亮，染上一点呢就多了一个层次嘛，简单的连接一下，有这么个意思就行。调一个胭脂颜色，画出它的小爪子，哎，小楷毛笔调比较浓的胭脂，小爪子怎么画来着？3条是吗？3条小短线，用笔呢按提，哎。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就可以了。小爪子也画好了啊。你说我小爪子我也想再丰富一下，那么还可以呢，调一个太白，把小爪子上面也给它点上一些小白点儿，哎，这些都行，加不加都可以。包括我们平常画的话呢，可能有时候都不加，加上之后显得就更加精神了，显得就更加鼓鼓的了，就出现了嘛，一只小翠鸟。就完成了啊！当然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真正的把它完成它，比方说莲蓬，我们画成绿色的啊，或者是呢画成赭石色的都行啊。剩下的就是在布局整个画面了，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比方说我想把它呀画成一个绿色的偏绿一点的莲蓬。就用我们剩下的一些颜色就行啊，画成这种啊，刚刚开败的莲蓬，藤黄加点花青，调成这个草绿色，前面的给它染一染，点一点，染一染是吗？后面的呢，花青多一点，给它带一带。就可以了，就这么意思啊。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画的小翠鸟是吗？我们这个莲蓬就可以呢画的随意一点啊，就不用画的那么太细了。画面嘛要有一个主次，你可以调一点点的3绿色，调点3绿，把这个莲子呢给它提它一下。显得就更加精致了。啊，最后呢，我们再给它点上一些浮萍。浮萍呢，还是用我们刚刚这支毛笔，点墨成金中号，藤黄花青。点浮萍的话，就是点出它的聚散变化嘛，平着点就行。调好藤黄花青，笔尖也可以来点胭脂颜色，笔上调色法。直接呢就这样，哎，平着去点它，或者是毛笔的话，也可以横着拿它，这样侧着去点它，又点出来，又简单，哎，这个又有效果。横着去拿，出来的点儿呢都比较片儿，比较平，有些地方多一点，有些地方呢少一点，前面的稍微大一点啊，后面的这些。哎，非常小一点，再找小楷毛笔调个墨色，点上这些浮萍的一些小点儿、小黑点儿中间的，增加画面细节。好，这样的话呢，这幅作品嘛，就差不多了。你说我还想再丰富，再画上水草也是可以的，藤黄花青啊，再来上一些水草。哎，其实呢，现在这个画啊，加不加水草都行啊，就是说我们。创作嘛，既然可以创作作品的时候呢，咱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状态去添加，加上一些小水草，也是很漂亮的。一张作品嘛就完成了呀。最后题上字，题字选择哪个地方呢？
哎，可以提在这边，因为这边空白确实很大哈。那么也可以呢，哎，我就营造一种什么状态呢？就营造一种给人不是那么太平稳的感觉啊，很有意思的感觉。其次呢，我们可以让它压在这儿，因为莲蓬向下垂，就像一个秤砣一样坠在这儿啊。翠鸟呢在中间是吧？这个就像秤砣。那么呢，画的时候看把字儿我们提在这儿，这边其实很轻，草的感觉是比较轻的，莲蓬的感觉是比较重的。其次呢，可以压在这边，给它增加这个画面的一个有趣味性构图的一个趣味性是吧？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再扣上印章。好，那么这样一张作品嘛，我们就完成了。大家呢可以在接下来呢可以进行多多练习各种各样的动态进行一下组合。好，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